哦，我们现在看到了，藏好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钓鱼生活家，我是大轩吼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那现在已经进入了春天了，天气也越来越热了，又到了我们开始钓卷仔的季节啦。那卷仔呢，去年呢，我用那个欧洲若虫的钓法其实钓获了蛮多的卷仔。那一直呢都没有把一些我钓欧洲若虫的时候用的锚钩跟大家分享。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用欧洲若虫的时候然后垂钓卷仔时候的用的锚钩。这一款是我从 YouTube 上面学的，一款石银的锚钩，石银若虫的锚钩。这个是在美国那边很多的有名的欧洲若虫的 YouTuber，他们都会介绍这款锚钩。那只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说，这个锚钩到底在模拟什么？其实这个锚钩是在模拟石银。我们再看看比如说这个很重要现在我讲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在溪流的比较上游，水质比较干净的地方，你看那个石头上面常常会有一个虫的壳停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它蜕掉了壳，那代表说那边的水质是比较好的。然后那边的就会有这种比较大只的那种石银，比较大的那种石银。那在那种环境底下，你用这款锚钩其实就蛮适合的。我自己在大安溪、在后龙溪我都有试过，那其实效果也都不错。我特别在大安溪的比较上游一点点底下的地方，在那个士林坝底下的那些地方，我都有试过，效果都不错。所以就这个就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今天用的钩子今天用的这款钩子呢是马鲁头的 C41S1 8号的马鲁头 C41S1 8号的。那这个呢是铜珠头呢是我看一下是大概4 mm 的铜珠头，这个大概是4 mm 大的铜珠头就是5/32，你们去买的时候大概就是5/32那个大小的铜珠头。那讲一下好了，怕大家不知道。这个铜珠头呢，它的头其实有一面大一面小，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看到。那个头有一面大，这个孔一面大一面小。那我们要从小的这一面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把它夹在我们的绑子钳上面。那我自己习惯把刀钩的部分把它夹扁。那我们呢今天用的这个绑子线是Ultra 140锈棕色的。那我们一开始一样，就是从这个铜珠头后面这边开始把绑子线给它缠上去。把它绕到大概是在这个倒钩的位置左右，我把它停下来。停下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剪掉，贴着它把它剪掉。剪掉完之后呢，我们拿这个细胶裙，这个细胶裙，我这在台湾买的啦，也蛮便宜的。这个是大概0.7 mm， 看得到吗？0.7 mm， 我们拿一条出来，一条出来它就像这样子，它大概就像这样子。我们先把它对折。一条我们尽量把它充分的利用，把它对折完之后把它剪掉。剪掉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对折，再把它剪掉。好，
那我们这个呢，要做这个石银的尾巴哈，石银的尾巴，把这样捏着，捏着之后呢，把它缠上去。拉过来一点，尾巴呢大概就跟它的身体差不多长。通常其实真正会比较短一点，但是我希望它的尾巴长一点，在水里头有蠕动的，会有比较强的动态感。我们把它通通都固定好。这个长了一点，我把它剪掉。好，剪掉之后，这样子这个尾巴的部分呢就绑好啦，再把它绕回来。绕回来，绕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拿这个。这个是雪尼尔线 ，Chanel 的线哦，这个就是一般的 Chanel 线，它后面这边呢，把它的一些毛把它拔掉，拔掉之后会看到一个这个，我们把这个绑上去，绑上去，慢慢往前绕。绕过大概一半左右，它身体的一半的位置的时候，先停下来。停下来之后呢，我们绕身体，这样绕身体，绕。好，绕到差不多我们刚一半位置的时候，把它先绕2圈，固定一下。我把这个把它放旁边。那刚还有另外一半有没有？我剪了一半嘛，哈，另外一半。我的脚不用那么长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对折之后，把它剪了一半，好，剪成一半这样子，稍微对齐一下下，把它缠上去，好，缠上去，固定好，把它拉一下，左右两边，把它固定一下，左右两边。稍微把它拉上来一点点，我们再拉的时候再往下，往前一点点，好，然后把这往前绕，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继续绕这个身体的部分。看一下，这边好像少了一点点，身体的这个地方好像不够扎实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再多绕一圈好了，多绕一圈，让身体的部分呢稍微再紧实一点，这样就比较不会有空隙。这边再把它绕下来，然后再绕。继续绕，好，绕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看这样子已经好了。然后呢，把它转2圈，多转几圈，把它绕紧。好，当然，我们把多余的线剪掉，这个雪尼尔线把它剪掉。好，剪掉之后呢，我看一下，调整一下。通常石英它是有
美国那边他们通常会在前面再绑2个，好像是它的那个它的前面的那个须须。那有的人有绑，有些人没有绑，我比较懒啦，所以说我就没有绑那个。我来把它打结，大概3圈就够了。我把它好拉紧一下，先剪掉。剪掉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脚，有人会觉得脚太长啊，我自己喜欢稍微留长一点点，因为它这样子在水里头，它的蠕动感会比较强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给它点一点胶，点一下这个一点点瞬间胶就好了。这是瞬间胶，在虾皮买的，非常便宜，点一点点就好，然后吸进去。好。然后呢，这样已经快要接近完成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一下哈，它这样颜色其实太单一了，太单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是 Copic 的马克笔，我们把它打开来，把它点一点，加深一点它的颜色，某一些地方的颜色，加深一点某些地方的颜色。那如果你觉得它的脚颜色不喜欢，你也可以稍微给它涂一点点，没什么关系，涂一点点，增加一点它的不同的颜色性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这个毛钩呢，适合用在那个水稍微比较深一点的地方。就是那种比较深的那种赖区，它底下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钓甲虫的话，太深的地方，卷仔比较不会从很深的地方上来吃你的毛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，把它从赖头的地方丢下去，然后你可能用直杆的，或者是用木印indicator， 就是木印的方式，让它沉到底下的时候它飘，那底下的卷仔它看到它就会去捡，其实讯号很明显。他看到一剪，咻一下子，那个木印就会被吸下去，吸下去你的痒竿就会打到它。这个毛钩很简单，你看绑这个不困难，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绑一只了。10分钟以内就绑一只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做钓的情况吧。注意看左上角，木印线瞬间被拉直，鱼已经叼着毛钩到处跑喽。它吃我的 Stonefly。等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它吃我的 Stonefly， 吃我的 Stonefly。它吃我的 Stonefly， 还不小哎，看起来好像50公分左右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这个毛钩啊，就分享给大家啦。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毛钩绑制呢有什么疑问的话呢，也欢迎你们呢
留言给我，或者是到我的 FB 上面去搜寻钓鱼生活家也可以。那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回答你啦。老样子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